郑都头，啊，不对，现在应该称呼你为郑都虞后。别来无恙啊！于大人，好久不见，您何时来的临安城？也没提前知会，好叫我去接您。郑明啊，踩着战友尸首青云直上的感觉，如何？ 来呀！ 还记得龙虎关战役吗？若不是你泄露机密给南巫，我的副将也不会死。于将军在说笑了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真的吗？ 这个是南巫圣女的图腾。什么南巫圣女？南巫相信，圣女出，南巫兴，大周将改姓。南巫为了寻找圣女，专门成立了夜鹰门。可几年下去，并没有任何消息。我知道的我都说了，还请两位大人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你害死那么多弟兄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高抬贵手？ 于七，他怎么也来了？多管闲事，找死！何人擅闯？来呀，给我拿下！这都跌下台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贵公子已经尽力了。 没事。留步！本将军宣布，此次教场大考的优胜者，就是这位公子。不仅武艺一绝，人品也是一流。我大周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。敢问公子姓名？可愿担任都城司司卫一职，以保我临安太平？ 在下于七，只为救人，不为谋职，但是确实是扰了考场的秩序，影响了司卫的选拔，在下心中有愧，故愿暂任司卫一职，待将军另择优选。好担当。他们萍水相逢，于七为何要救我哥哥？如今在临安相遇，还成了司卫。 这一切为何会不一样？于七恩公，请受在下一拜。无妨，莫要牵到了伤口。于恩公，我们是东平伯府的，在下江战。这位是我的妹妹，江四。见过江姑娘。于兄现居何处？改日我好登门拜谢。哎呀。 初到临安，暂无居所。那不如来我东平伯府一住啊！哥哥，于公子到临安城肯定是有事要办，怎好武断为人家谋划呢？冒昧了。无妨，江姑娘，我这初来乍到的，不知道何处可以购入宅院。于兄这算是问对人了。
我东平国府旁边啊，就有一处空宅。我们临安城有很多闲置的屋宅，于公子可以去稍远的西郊看看。如果觉得远，南边的方寺聚集处也有的。多谢相公。哎，我妹妹说那些都太远了。我东平国府旁边就有个空房，到时候我们哥俩还可以常聚。于公子，您从何处来？南边，燕归城。燕归城是南疆的边陲之地，紧邻着南巫，风景甚美。不知道二位可曾去过呀？燕归城可真美啊！在我的家乡，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美景。还有很多美景你都没见过。日后我带着你，咱们看个遍。嗯。之前若不是我流落南疆，也不会跟他有交集。他曾说从未回过临安，难道说从前骗了我？我们兄妹俩连临安城都没出过呢。和龙蛋所查倒是一致，可他若是连南疆都没去过，又怎么会成为南巫圣女呢？南疆那么远，我妹妹要是真去啊，估计刚走一半，就得哭着喊着要回来了。哥哥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咱们赶紧回府，早些休息吧。回见。告辞。那于兄，那改日再见啊，一定来找我玩啊！我觉得我跟于兄缘分真深呐，你看到没有？我说的他都很感兴趣，这就叫知音难觅呀。妹妹，我怎么觉得你对于兄有点不耐烦呢？我还想着改天让他来府上一聚呢。哥哥，咱们以后还是跟他少些牵扯为好。为什么？妹妹，刚才要不是于兄，你我兄妹二人可就没命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萍水相逢，还是小心为上嘛。收拾行囊，咱这就回燕归城了。定居。头儿，没有凋零擅自回来已经很冒险了，而且还有那么多赤羽旗的兄弟在等着咱们呢。要不然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好。有了新线索，圣女图腾也看见了，哪儿能这么轻易就走啊？此乃都城司令牌和官印，交于于四位。从今日起，你我便是同僚了。我乃都城司的通判，掌东衙，主理审案、断判、文书等事宜。你呢，掌管西衙，这治安巡防、抓捕要犯都归你管，但仍要记住。以东衙为首，听从安排。为了你我二人日后更好的协作，本官特意将注意事项整理成册。这么长？甄大人着实是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于四位，我来给你细讲讲。每日卯时开衙，临昏散衙，无故不得缺勤。每日早晚你我需要会面一次，定今日之要务，论明日之安排。好，咱们稍后再说。哎，公子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风景挺好啊。有水路就有生气。对，这条河呀，直通内外城。这再跳，哎呦，慢点，慢点，哎呦，慢点，哎呦，好，这宅子啊，交通很方便。
不要人，不要人。哎呦，好，是。这前面呢都是东平伯府啊，这是他的北宅。公子，您随便看。您看这桌子、椅子，还有这床，这都是新的。这外域的治安啊，是不如内城。养条狗也挺好的啊，可以看家护院。哎，我们二牛可不是看家犬，那是纯正的军。啊，来，俊俏无比、威风凛凛的大宝贝儿呢。大宝贝儿。这临安城啊，就是内富外贫。这好多的达官显贵啊，有钱有势的，那都住在内城。公子，您要是手头宽裕的话呀，小人建议您优先考虑内城的宅子。不必了，就这儿吧。不过根据大周律啊，这房子的买卖啊，咱们呢还要先问一下房东的亲戚，再问问周围的邻居，他们要是无意购买，那就成了。那就快问吧。就我跟龙蛋一块儿住。哎呀，龙蛋可太轻松了，根本就不用他伺候。房子的大小可太适合你了。于公子，哎，江姑娘，哥哥，什么房子啊？啊，于兄要搬来枣树巷院子了，询问四邻，正跟我们打听意见呢。枣树巷院子咱们是要买的呀，怎么会让旁的人搬进来呢？妹妹，咱什么时候？哦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于公子，这枣树巷院子我们东平伯府早有意定下了，真是不巧。无妨，江姑娘，条件随便开，怎么样才肯把院子让给我？考虑考虑。哎，二牛，这是啊，对，抱歉啊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呀。夫人里边请。妹妹，咱不跟他们置气，到时候直接公堂上见。妹妹，你还记得那是具体是在何处才把你推下水的吗？首先需要人证，我也在想，到底有谁会看到他把我推下水了？江姑娘，于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本来想跟江姑娘商议一下宅院的事儿，便多停留了一会儿。不巧听到了你们谈及家事，本来想着回避的，但是想到了这个江姑娘可能会有求于我，就又停留了片刻。我有求于你。姑娘落水是何人所救啊？是你救的。妹妹落水是于兄所救。哎，不值一提。哎呀，于兄，我兄妹二人的性命都为你所救。从今日起，我将战。哎，于公子，你是不是看到我被人推下水了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我知道有人可能看到。谁啊？这宅院的事儿。可以商量。太好了，我们就要成为邻友了。是，于兄，没想到你我兄弟缘分如此之深。哎呀，都是缘分。还击鼓者上堂。大人，民女要报官。接状。择日过堂细审。到底是谁能看到我落水？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姑娘先帮我解个惑。
说吧。我先是救了你，然后又主动提出来帮你寻人，既未邀功，也未曾得罪过姑娘吧？不曾。那你说为何3番5次的反对我比邻而居啊？就这么讨厌我？那我也想问问于公子，这偌大一个临安城，那么多空宅，为何偏偏非要买在我们东平伯府旁边啊？那是因为我与姑娘的兄长甚是投缘，我觉得他也希望我跟他住得近一些，这样往来也比较方便。我哥哥这个人生性热情好客，对谁都是以兄弟相待，但是因为结交甚广，转头自己就忘了。所以于公子，切莫当真。哎呦，巧了，我就欣赏他这样的性情中人。听姑娘这么一说呀，更得当邻居。你就别绕弯子了，到底知不知道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不要耽误我的功夫。此事对于我非常重要，不得儿戏。我自是有轻重的。瞧瞧，证人不是来了吗？他们就站在你落水的对面，别人可以说看不见，但他们不可能。二位能来，这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爹，妹妹，甄大人和于兄来了。欢迎欢迎啊！二位大人快请快请。小女退婚事宜，还多谢甄大人秉公断案，于大人帮小女寻找证人呢，多谢，多谢呀！我这也是惭愧了，没帮上什么忙。哎，伯爷，本官也只是尽职尽责，若是不秉公断案，怕是日后会寒了临安百姓的心啊。江姑娘，你若何时改变了主意，本官仍旧愿意帮你追究安国公府的故杀罪。多谢大人，劳心了。今日天气闷热，正好家里做了一些降暑的茶点，不如大家一起品尝一下。是，太客气了，不必了吧？你这太客气了。刚才你不还说天气炎热，你想买一些降暑的果子吗？多谢江姑娘。二位大人，里面请。南屋的沈剑山，可是之前我打探的消息，是他们兄妹二人从未离开过临安，更别说去什么神剑山了。那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那还把自己给画进去了？你是说这画中之人是江姑娘？对呀。我怎么看不出来这是江姑娘？你不用看出，你也看不出。头，我觉得咱们查个圣女，别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他肯定是去过神剑山，才能把画画得这么的清晰。但是头，你看啊，这画中有2匹马，却只有1个人在骑。所以我们就得知道更多的线索，才能解开这个谜团啊！于兄，乔迁大喜啊！多谢多谢，你来了就更热闹了。给你挑了点物件，供你装点新宅。这也太客气了，你跟我见外呀！多谢。哎，于兄，你是不知道，能跟你乡邻作伴，我兄妹2人那别提多高兴了。我这不也是吗？咱们挨得近多方便。我妹妹还给你备了些薄礼。哦。这里可不薄，纵是在我们姑娘院里，品相也是极好的。我看，不就是盆花吗？你可知，这盆海棠乃我们姑娘亲手栽种，日夜细心呵护，就连这修剪的样式也是在案前设计过才下了剪。我们头又不是没见过花草，你。姑娘，我早说不送他们了。好了，阿满，把花放下吧。告辞。哎，妹妹。哼。哼。
于兄，你千万别见怪啊！无妨无妨无妨。啊，挺好的。啊，于兄，我还给你准备一些物件，来，咱这边还有多着呢。这到底哪儿好了？这厚礼太多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带这些物件全能用得上啊，于兄。啊，这阿吉，把那个龙凤呈祥花瓶拿过来。于兄，哎，这龙凤呈祥花瓶摆在这儿啊，看着大俗，实则大雅。摆在这里不仅美观，而且还利风水。来，摆上。好了。哎，二牛也来帮忙了，来，给我。哎，好搞。这画的笔法怎么这么像我妹妹画的？是吗？江姑娘还有如此的才情啊！哦，不过我妹妹只画花鸟，不画山水。哎，于兄，哎，这画中这女子是谁啊？我哪知道是谁？不是心上人？不是，跟我害羞。天香阁的牌子，还说不是？什么天香阁？临安最好的青楼。龙丹，别把你东西放我桌上。不是你的。懂了，来看画片。这是近5年来所有失踪女子的案件。这么多，都是悬案，可不嘛。陈余双，牛行街。严先柔，城南右乡。怎么了，导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些标记都是失踪女子随后出现过的地方。这些是近1年失踪女子才出现过的地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是近5年的，还是近1年的，这一片从来都没有出过事情。头儿，这2个人前2天刚被收买，我们现在去找他们有用吗？来都来了，废什么话呀？来，大人，小人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大人，是的，小人鬼迷了心窍，见钱眼开，只做错了这一件事情。谁问你这个？啊？画中这名女子见过吗？谁呀？年初的时候，画中的女子失踪了。哪儿去啊？人都站这儿呢，往哪儿跑啊？跳下去啊！大人，您就饶了我们2个吧。这大官的事情，我们也不敢议论啊。什么大官？失踪的不止这1名女子，这是大案。是长兴侯世子，这是与那长兴侯世子一同前来的女子。啊，那天世子爷带着这个女子来小的馄饨摊吃馄饨，有个客人吃好了起身要走，不小心碰到了世子爷，那个客人也道歉了，可这世子爷不依不饶，可吓人了。对，当时有好多人都看到了，而且那女子还劝了劝世子爷。
就又怪我，谁让你看见不该看的东西了？要不这样弄死他们，要不交给师死吧。他不死，咱们就得死！快来帮忙，快点！于七，于什么气？赶紧跑！你为什么在这儿啊？看来于四卫调查的本领很一般啊！你居然都不知道，这长兴侯府世子就是我二姐夫。还有心思开玩笑的？要不是我过来的及时，你连开玩笑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于大人又为何在这儿？我来调查失踪案，怀疑和曹星宇有关。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他应该把我怎么样？啊，那就好。那2个人为什么要杀你啊？你看，这是我在花丛中找到的，我看见他们杀人埋尸，我怀疑不只有1个人受害了。胆大包天！上古女子多带同簪，明日我便去求证。如果秀娘子的女儿真的死了，她该怎么办？行了，你就不要再考虑旁人了，考虑考虑你自己，这很危险，跟我走。哎，于七，我不能走。哎，你说吧，还有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不能走？我要是这么走了，这曹星玉就该想法子对付我们家了。我二姐姐是他正妻，虽然就是他把我引到这府中来，还有我3姐姐，她那么柔弱，还在想办法要保护我，还有我五妹。你先等等。什么叫你二姐姐将你引入府中啊？不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！我现在送你回家，回家之后我立刻上报都城司。哎，于七，你冷静点。长兴侯深受隆恩，曹星玉又是他的独子，我很清楚，冲动行事只会打草惊蛇的。焦四，证人我已经找到了，那儿就是案发现场，只要我带人过来搜，定能搜到证据。没用的，只有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不然证据会蒸发，证人也会人间消失。不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已经做过什么了？总之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能走。如果我走了，就是打草惊蛇，你破案也会遥遥无期。那些失去女儿妹妹的人，谁来给他们交代啊？这个长兴侯府它不是一般的地方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仔细筹划，绝对不能冲动的。怎么了？你一直这样吗？我怎么样？气人。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你生气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。但是我现在刚刚把你给救出来，我总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去冒险吧？打仗都是要讲究一个方式方法的，不能这么硬碰硬。那不然这样，咱们俩联手，把这恶徒绳之以法，替那些枉死的女子报仇。你能相信我吗？行，我信你。保护好自己，我尽快回来。务必保证他没有任何危险。 5年以来，临安城中娘子失踪的案件共有15起，你怎可认定都是同一人所为，乃是连环作案呢？这是不是有些武断？这些失踪的女子，介于16至20之间，相貌姣好，且皆出身于小户或者是商户人家。我与龙蛋 在探查中发现，他们最后出现的地点，皆汇聚在此处。长兴侯府，这是我们整理的线索，这里面的证言基本上都指向于同一个人——曹星玉。
甄大人，此刻你还觉得我武断吗？确有可疑，但这终究也只是推断，既无实证，是没有办法辨案侦查的。好，我还有旁的讹证，还有一名失踪的女子，名唤妞妞，她的发簪就在长兴侯府的后花园被找到了。眼线所言，她的尸首就埋在花园地下。线报可准，准不准的一查便知。等等，甄大人，你是还要拦着我吗？眼下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长兴侯府。我知道办理此案甚是艰险，因此我更需要你甄大人相助我一二。朝野上下皆唤你甄衡甄大人为天下文官典范，不畏强权，刚正不阿。若此刻你都迟疑，这天下恐怕再无人敢管了。此案一日不解，天下所有的女子便会多一日的风险，等不得了，甄大人。于大人莫急，我只是有一事想问。你问。长兴侯手握军权，掌卫迎兵，南吴来犯之时曾有护国之功，你就不怕开罪于他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我有何惧？好，于司卫果然胆识过人，这右司终于来了个顶事的。走，我与你同行。列队。头，快班集合完毕，头儿咱出发吧。出发！二牛。你们都城司，好大的胆子呀！竟敢擅闯本府！我必在陛下面前参你们一个以下犯上、擅权之罪。侯爷，您要奏便奏吧。就算真的到了御前，甄某也只是依律行事。本侯掌卫迎宾，官至当朝一品，有一等侯爵爵位。你一个区区从四品的文官，不是以下犯上，是做什么？我都城司统管临安城治安，除了大内皇宫以外，临安城14街108坊皆归我都城司管辖治理。怎么，侯爷，您这府邸不在这个范围内吗？甄大人的嘴真是上天入地，不然我叫他来做什么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甄大人呀！你是管得真不上啊！即便归你都城司管，你现在也是无法无天，私闯民宅。侯爷还真是能屈能伸呀！这一会儿说是一品高官，一会儿又说这是民宅。我都城司既然来搜捕，定是因为此处发生了命案。侯爷，在下最近一直在追查临安城女子失踪案。据证人所言，他们在失踪之前都与令郎有过接触。证人？哪个证人？啊，叫他出来，与本世子当面对质。没想到世子在呢，我要是把他给叫出来了，世子是要以强权威胁不成？就凭你一条不知真假的线报，就能污蔑我杀人了？哎，我可没有说世子杀人呐。难不成世子是心虚了，要主动认罪啊？荒唐！你们可有证据？如若没有证据，休想踏入侯府半步。证据自然是有的。此铜簪便是证据。证人还说了，你曹兴玉嗜杀残暴，天理难容，不仅虐杀了数名女子，还将他们的尸首藏于侯府后花园。你这是
本侯是通情达理之人，今日我就让你们搜。但我有言在先，如若你们搜不出尸体，此事本侯绝不会就此罢休。请搜。怎么来了这么多官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甄大人，不喝点茶吗？感觉不对劲啊！这曹兴玉竟然没有一丝慌乱之色。难道昨夜就被转移了？昨夜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大人，地下有东西！快！大人，是棺材！开棺！有你们这把力气！大人，这棺木里……头，里边只有书。二位大人。此处不过是我掩埋书房废弃杂物的地方，呵呵，哪儿来的尸体呀？可别冤枉我这清白无辜的人呢！是我们消息有误，冒犯了侯爷。无妨，甄大人，本侯度量大，不和你计较。这就不计较了，其中肯定有猫腻，这尸体定还藏在府里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可凡事都要讲证据。现在我们搜也搜了，若是再造次，他真的告到御前町，我这都算违律。行了，今日先回去，从长计议。什么从长计议？你眼下要是走了，绝没有第二次机会。围就围了，算我的。哎，董大，接着搜。是。阿牛。甄大人，不要欺人太甚，我长兴侯府容不得你们胡闹。来，送客。尔等莫要妨碍公务。逾期，不要太放肆。侯爷，若是世子当真清白，那您何必惧怕一只狗啊？笑话，本侯怎会怕一只狗？放狗！追！你们愣着干什么？拉住他们！于七，你别乱来。
看住。是。头，头，尸体找了。 全都对上了。将案犯曹兴玉押回都城司。是。等等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是他。出来，出来！安子，出来！哎，他是觉得我们长得特别像傻子吗？ 找个小厮来顶罪啊！你们凭什么说这人是我杀的？啊？就凭一条你们不知真假的线报？来，我问问你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人叫安子。你家主子说，这些人都是你杀的。你就招了吧。 我们侯府待你可不薄，替你讨了一房媳妇，还留了后啊。曹兴玉，你休要出言威胁。安子，你莫怕，一五一十的讲。现在此事牵扯甚广，我可面呈陛下，任凭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也不敢动你家人分毫。你相信我。 安子，抬起眼来，你全家3代都是我侯府的家奴。本侯的为人和实力你是知道的。今日你若犯了罪，本侯可以担保，绝不牵连你的家人，懂吗？是我杀的，他们都是我杀的。你可想清楚了，现下要是承认了，日后想要反悔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便是杀人凶手，是我鬼迷心窍、见色起意，那些姑娘都是我亲手杀死，是我将尸体扔到枯井里，与世子没有半点关系。 侯爷，我求求您善待我的家人。侯爷，你肯认罪伏法，本侯甚是欣慰。放心，我定会善待你的家人。常兴侯，你敢当众灭口，简直是目无王法。本侯一向治家如治军。 如今府中出现丧心病狂的恶奴，败坏我长兴侯府的名声，我便替你们都城司了结了他，不好吗？省得你们再开堂审案了。按大周律，杀奴也是犯罪。甄大人，别以为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懂法。无故杀奴确实是罪，可他犯了死罪，我父亲杀他有什么错吗？就算他犯了死罪。 那也应该先上报官府，得到允准后方能处置。小小一个家奴，我杀便杀了，还轮到你都城司来批准吗？你若未请官，那便是违律。按大周律，未经官府而擅杀奴者，杖100。怎么，甄大人，你要打本侯的板子吗？你敢吗？ 下官叨扰了，侯爷，请便。你们请便吧，本侯还有军务要处理，没有闲情雅致陪你们在这儿浪费时间。
看，都滚回去！你拦着我做什么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今日之目的不是来追究曹勇杀奴，是为了寻到这些尸体。现在尸体都在这儿摆着呢，一具都没少，已是死无对证啊！于四不会让他们死无对证的。这谁影响的你啊？你怎么现在性子毛毛躁躁的？还是太年轻了。不是这跟年轻有什么关系啊？根据尸体颈上的勒痕深浅，可以判定这些娘子皆是被同一人以绳状物扼颈窒息而死。有没有什么旁的线索？尚未发现。他的勒痕怎么跟其他人不一样？或是因为死者体质特殊，也或是将死之际挣扎太过剧烈，从尸身上难以断定。你看看他的喉咙里面有没有什么异物？是。大人，请看，这是一枚纽扣子。二位大人，今日本世子来呢，是有重要的案情相告。这安子认罪之后呢，我就越发觉得不对劲。他平日里是个老实本分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杀人埋尸呢？当时可是你亲手指认的他，你爹了结的他，怎么？这才过了多久，就换了个说法？你还真是视人命如草芥。他死的吧，倒也不冤。我父亲处置没有什么不公啊。只是我彻查了全府上下，竟查出安子并非主谋，而是从犯。那依你所说，主谋是何人啊？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夫人江倩。叫什么？石姑娘，石姑娘。龙丹，于四卫，没事吧？放开我！好你个曹星玉，你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敢在我都城司公然持剑行凶，给我押下去！我是长兴后世子，你敢动我？龙丹，押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是天王。于四卫，快叫郎中。于四卫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于四卫，郎中，我家大人如何了？哦，幸亏救治及时，再晚一刻，就算华佗在世，也无力回天了。现在大人体内的毒血清除了8、9分。如此便好，有劳郎中了。啊，但是今夜不能离人，有什么情况你们随时唤我。你随我去药铺取些解毒汤药吧。能否请江姑娘？你放心，我会留下来照顾于四卫的。拿药。你认为我是圣女，却不动手杀我，反而赌上性命救我。你醒了？
了？于思卫，是因为我受的伤。如果我都不能照顾你，心里肯定过意不去的。这点小伤对我来说，家常便饭。姑娘切莫挂心。这可不仅仅是受伤，刚才郎中都说了，如果晚一步，可能我们都要给你上香了。于思卫，咱们非亲非故，为何要以命相救啊？这不是没想到剑上有毒吗？你和池姑娘也是萍水相逢，不也是舍命相救吗？是啊，谁能想到这剑上有毒呢？我去给你倒点水。姑娘，我来吧。阿曼，我来。江姑娘，甄大人，还是我来吧。啊，好。于思维，于思维，喝点水吧。啊，你手伤了，我来喂你。左手还是好的。劳烦甄大人帮我把杯子放到旁边。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现在是没什么感觉了。证据找到了吗？均已查获。每每遇到这样的案子，我都会觉得，这人性之恶，真是难以想象。我甄某经手过这么多案件，却仍旧无法习以为常。那是因为甄大人有悲悯之心，才会做到真正的秉公断案，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蒙受不白之冤，也不让任何一个坏人逍遥法外。大人所求是无愧于心。江姑娘，所以百姓才更需要都城司啊，甄大人。那尤其是需要你啊。律法虽然不能使人心向善，但是可以在人们心生恶念的时候有所顾忌，得以悬崖勒马。于思维说的有道理，江姑娘。那对有些人来说是不管用的，因为他就不是人，他是畜生。于思维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政务跑不了，曹兴玉更跑不了。但是甄大人还得备有后手，这长兴侯肯定不会坐等曹兴玉被审，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在朝中走动，想尽一切办法给你们施压。江姑娘有如此见解，甄某实在是佩服。不过江姑娘，你大可放心，无论是谁向我等施压，我们绝不会屈服。这一点我可以拍着胸脯保证，他有眼不进。你瞧，这伤是快好了，多谢于思卫夸奖啊。要不然这样吧，今日呢，我来守着于思卫，你白天受到的惊吓，先早些恢复歇息。刚才龙蛋跟着郎中去取药了，估计快回来了，我还是留下来给于思卫煎药吧。哎，不，这煎药都是小事，让龙蛋去煎，我来都可以。还是让江姑娘留下吧。龙蛋，我指派了他旁的任务，都成死的活。要不然，我差2名衙役。这种熬夜的苦差事，怎么能让江姑娘做呢？
时学会的怜香惜玉。那就劳烦甄大人了。于四卫，你好好养伤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江姑娘，我送你。好。甄大人留步吧，还要照顾于四卫呢。于四卫，于四卫，你有没有觉得江姑娘确实不同于寻常的大家闺秀？她在公堂之上据理力争的样子，真是光彩照人啊！这私底下对恩人又是有情有义。于四卫，于四卫，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？你说，要是我为他挡了这一剑，那我们就该吃席了。啊？吃席？要是能吃席，也挺好啊。讲嘛。于大人，于兄，这是妹妹亲手为你熬的，你快尝尝味道如何？有劳了。香。喝汤跟喝酒是一个道理，独酌不如共饮啊，要不然江兄你先请。不，你这是给于兄调理身体，没事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但是共饮此汤更有它的意义了。于大人还有碗。哦，有，我就不客气了，别客气。从未喝过如此鲜美的鱼汤，一丁点的荤腥味都没有啊！于兄，真不是说我夸自己家妹妹，就这个汤的味道，层次丰富，那一看这就是用了心的。而且妹妹心细，因为于兄身上有伤，不宜辛辣，这才没放胡椒粉。要有胡椒粉吗？来。于大人，有劳了。真没想到江姑娘是如此的用心，于某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就不必了。以更多的美味佳肴回报给江姑娘。快趁热喝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跟着我一块儿收火。等以后咱们如果有机会能回到临安，我给你做很多好吃的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给我做什么好吃的？我这都想象一下。我先跟你说一个，先从金水河里面打捞出来非常新鲜的鲫鱼，再用蛋清跟黄酒事先抹到鱼身上，腌制入味儿，再把鱼放到烧热的锅里面煎到两面都是金黄，然后再放入生姜、陈皮等佐料，小火慢炖1个时辰，炖出来的鱼特别新鲜，皮香肉嫩，就连鱼汤都是乳白色的。江姑娘，啊，手脚还是有点不太利索。应该的。多谢。
头，快，楚楚来了，楚楚来了。七哥，七哥，桃儿，在吗？七哥，在吗？在吗？桃儿，站住！楚楚，好久不见啊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太惊喜了！哈哈，怎么来临安来了？我一路行侠仗义，游山玩水，不知不觉就到临安了。也可能冥冥之中感应到你需要我了吧？果然，一见到龙蛋就听说你身受重伤。我看看伤哪儿了？松手！楚楚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个姑娘啊！当姑娘该如何？当姑娘就要讲究那套男女有别的迂腐道理，就要女大当嫁不中留。我猜到了，你定是被催着成婚夺过来的。这脚在我身上，我想走便走，这就叫天地任我行。太行了。哎，江姑娘，楚楚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住在隔壁，所以顺道来看看于思卫。你说七哥，他就在里面，我带你进去。你们是旧识？何止是旧识，我爹也在军中，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就连习武的老师傅都是同一个呢。只不过后来七哥成立了赤羽旗，去了新的营地，我们这才分开。也难怪我没见过他，还真是个直肠子。于七一直隐瞒着赤羽旗的身份，他倒爽快，一口气全交代了。江姑娘，你是怎么认识七哥的？因为公事。那我带你进去。好，走。七哥，江姑娘来看你了。哎呦，于思卫，江姑娘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就不起来给你请安了。千万不要起来。我看于思卫的身体状态，这余毒应该还要再清上几日的。但还是得尽快去都城司报道了，要不然甄大人就真以为我是在装病，没事就贪图江姑娘送的佳肴。定是要再好好休养几日的。阿门。今日给于大人炖了鸽子汤。江姑娘，她这边无碍的，不需要人照顾。我说七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你还让我去？不要，不要你照顾，我可以。楚楚，你会在临安待多久啊？本来没打算待多久，但这不是遇到了七哥跟龙蛋，就打算多停留一阵子。七哥，你不会嫌我烦吧？不嫌。如此便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常在一块玩了。好。哎，楚楚，你去看看龙丹给我买的药，药没到啊？给我吧。哦，那就麻烦江姑娘了。不会。来，于大人，我自己试试。自己能行吗？可以的。哎呀，我来吧。有劳江姑娘了。你本来就是因为我受了伤，我来照顾你也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样也好让我将功补过。对了，于大人明日想吃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的就行。
头儿，手怎么样了？头儿，好了，快看看这个。我们搜长兴侯府时啊，不仅在那暗格里边搜到了鞭子，还搜到了这个东西。我已经问过池姑娘，曹兴玉管这种药叫做神仙油，那是每一次施暴之前，定是先来上他个一粒。哎，这种打开，这种药别提有多好了。这他怎么吃下去的呀？你快去问问大夫去，他是不是有什么顽疾呀？我已经问过了，他这个药，它这是说呀，吞吞吐吐的，壮阳药。重点是里边的原材料是一种叫边藤的植物，这种植物是只有南巫才有的。那个大夫说，这个植物也是之前大周和南巫还有通商的时候他才有见过，如今早就已经成了禁物。看来这曹兴业不止杀人这一条罪，正说没有线索呢，他就给我送过来了。于大人，甄大人，周贝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疾风卫是个什么职务？直接听命于陛下。哦，探查民情，监察百官，权力高过我们都城司。今天来的这位啊，就是指挥使韩然。厉害！哎，韩大人，韩大人，本使今日前来，是跟你们都城司讨要一个人。谁？长兴侯世子曹兴玉。此人乃是我都城司的重犯，此案尚未审结，恕难从命。巧了，不是吗？这曹兴玉与我疾风卫追查多年的一桩案子也有关，而且是通敌南巫的要案。韩大人，可有文书啊？寥寥几句，语焉不详，恐难服众啊。于四卫这刚刚走马上任，怕是不知啊。我疾风卫办的案子乃朝廷密案，案情相关，无可奉告。好了，本使事多，劳请将那曹兴玉速提来，交与本使。曹兴玉身负10几条人命官司，罪恶滔天。我都城司尚未结案，你一句无可奉告，便要将人提走，那恕我们无法配合。你疾风卫奉的是皇命，我都城司审的也是重案，凡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。人既是我们先抓的，案也该由我们先审。池姑娘在这儿很安全，你放心。下午疾风卫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谢谢啊。嗨，这件事情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没什么，就是没想到还有奸细啊。池姑娘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，我就不陪你了。好，那我去看看他。过来。下午这个事儿吧，是阿蛮他韩然的文书拿了吗？您歇着，我来。啊，我别歇着呀！嗯。 。
陶香玉，你是打算就这么一直装哑巴呀？你还是睁眼看看吧。这个东西是从你的书房搜到的，是叫神仙油吧？什么神仙油啊？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，那就不是你用的了。这难道是你爹用的？你闭嘴！我不说，不是。那老头这么大岁数还用这个，真是语气。好，不提。我们说点别的啊。这个配方是从南巫来的吧？我是真没想到你侯府有一天也会勾结南巫，通敌叛国呀！玉琪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污蔑我们侯府。你说从我书房找到的，我还说你嫁祸我呢。好，你是这个反应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信你。给他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大牢里消息闭塞也很正常。刚才疾风卫来过了，要以勾结南巫的罪名将你逼走。陶心玉杀人埋尸，实乃受南巫人控制。南巫？根据我疾风卫多年的调查，南巫人已派细作潜入临安城，成立了夜莺门，专门接近我朝高官，刺探情报，并伺机策反。长兴侯乃当朝第一大将，在军中权位甚高，并又护卫皇城。他们屡屡试探，毫无进展，这才把目标放在了妻子曹心玉身上，用药物加以控制，迫其杀人。这药物都能控制曹兴玉，为何不直接控制他爹呀？这个就是南巫人的反间计，他们要的就是长兴侯与陛下君臣离心。怎呢？我疾风卫要抓的人，难道你们还想强扣下不成？今日这曹心玉是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不交，敢硬抢啊！你不怕我到陛下那儿告你一状？告啊！赶紧出门去告。你今日要是能带来陛下的手谕，人带走，否则免谈。3日，只有3日。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气力才把你给保住。你应该知道，他们要是拿到了这样的证物，你是什么下场？你想怎么样？不是我想怎样，是你想怎样交代。药是从哪儿来的？那依你之见，此案究竟与夜莺门有什么关系？夜莺门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他们一定是在等。这场戏我们要如何收场？曹兴玉罪证确凿，放了他，10几名女子的冤魂无法沉冤昭雪，都城司从此再无威信可言。斩了他，长兴侯痛失独子，难免会对朝廷心存怨恨，生出异心。所以无论我们怎么选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利而无害。好毒的计策呀！如今我们真是进退两难了。那甄大人要如何抉择呀？圣人有云：“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矣。”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此谓为大治。所以，
听从本心，遵循法度，是为此难题之正解。于四卫，我见临安城中的武将，少有你这般睿智明理，却又能言善辩之辈。你定是读过不少书吧？敢问师从何人？缘何习武，却未从门呢？我的事情说来话长，眼下还是先研究好这个案件要如何审理吧。就算是我们秉公审理，3日结案，他们到时候再来提人，我们也不得不交。曹兴玉到了他们的手里，到时候再来一个翻供，找一个南屋细作来顶罪，这个案子审了也是白审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？找陛下亲审。于四卫，你怎么没有入宫啊？哎呀，听个结果便是了嘛。有点口渴了，来找江姑娘讨口水喝。小二，上杯茶。客官，您慢用。众望所归，那些无辜惨死的女子们，终于可以瞑目了。她的母亲为了赎罪，当场自杀。这母亲真可怜，为了儿子，居然自枪谢罪。可怜吗？他的儿子在府上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儿媳妇整日被殴打，他一个做主母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看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管如何，这天底下的母亲，终归都是最爱孩子的。曹兴玉的母亲如此，我那精明算计的二婶也是如此。你在都城司这许多年，朕对你十分了解。想方设法为11条人命伸冤，你做得出；可这种告御状的方法，你想不出。你莫告诉朕，这是那妇人想出来的法子。说吧，是谁？大胆说，朕不会惩罚你。陛下，我有一位好友，每当我案件想不清楚之时，我便会去与他商讨。他明辨是非，又常常出其不意。此次是他帮臣想出的这法子。你说的此人可在朝中任职啊？正是都城司新上任的司卫，于七。于七？天下之大，自然也有那不爱子的母亲。于大人是在说自己的母亲吗？我怕是没有这个机会。逝者已矣，大人节哀。你误会了。我是说，我从小就被抛弃了，他也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，所以在我的心里就没有这号人。那后来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去找过他吗？或许当年他是有难言之隐。哎，我还真没找过他。难言之隐。当年有一个算命的，说我是不祥命，会给家里带来灾祸。他怕受牵累，失了宠，然后就想了一个法子，让我的父亲把我送到远远的。就这样。过去他不愿多谈身世，我只知他不受亲族待见，被发配驻守边疆。没想到他竟然与我有相似的命运，一出生就背负不祥的罪名。但那算命的会不会是个骗子？就为了求名图财才妄下断语？骗子又如何？现在追究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说到底啊，做决定终究还是父母。你说没有意义，但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如果弱者被这天下人往头上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，自己不去探究，也不去反抗，那岂不是成全了这些恶人的谎言，成为了他们的帮凶啊？
换作是你的话，要是你被诬陷了，你会追究下去吗？如果我被诬陷了，那我一定要让诬陷者付出代价。于大人，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不想知道真相吗？头？看什么呢？你去查查司天监。您不是一直不愿意查当年的事儿吗？我改主意了。我想知道当年是谁诬陷的我。